日前，中俄西部联合2021作战演习在宁夏正式开始。此次演习，中俄双方共有1.3万名官兵参加，双方陆军和空军的主战装备也都会悉数登场。开幕式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空军的4架歼20。歼20在飞过主席台时打开了测弹舱，可以看到外露的霹雳10近距格斗导弹，显示出自己已经处在作战状态。相比较之下，俄罗斯空天军的苏57量产型才刚刚交付，基本上没有达到作战状态。不知道亲临现场的邵伊古大将作何感想呢？虽然苏57没有亮相，但是俄军还是派遣了苏30 SM 战斗机前来，与中国军的战机进行合练，并交流战法。由于双方参演兵力各达到一个旅的规模，车辆单位超过400台，外媒评价这已经是战略战役级别的动员。演习前的训练中，中俄双方互相学习并使用对方的重型装备，这也是俄罗斯官兵首次使用中国中型合成旅装备的8轮突击炮和步战车。相比较之下，俄军的摩步旅目前还在使用老式的 BT2 系列的装甲车，新型的回旋标装甲车依然处在测试状态，距离服役遥遥无期，这也是中俄军备建设拉开差距的一个体现。但俄军有很多部队和官兵都具有实战经验，参加过车臣和高加索战争，因此他们的经验也非常值得中国官兵的学习。近几年，虽然中俄两国经常进行联合军演，但演习往往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针对的作战目标也不明显。但此次中俄军演选择在中国的宁夏自治区进行，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美军撤离以后，阿富汗正处在危机状态。卡布尔政府正在和塔利班激战，目前的局势非常令人担忧。很明显，中俄两国此次军演的目的在于展示武力，为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做好准备。可以说，此番中俄剑指中亚局势的目的非常明确。目前，中亚几个与阿富汗交界的国家的军队都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并封锁了边境。由于中亚国家的军力普遍不足，俄军已经派出了空军加入边境地区的巡逻。目前，拜登政府已经下令开始空袭塔利班。美军从卡塔尔基地派遣了 B-52轰炸机和 AC-130炮艇机前往参与轰炸行动。此外，处在阿丁湾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可能随时派遣战机前往参战。在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较差，因为俄罗斯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辐射能力，这导致中亚各国的军力普遍较差。而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后，各国又忽视了阿富汗的威胁，此时美国撤退自然引起了塔利班的大反扑。所以此时此刻，在中亚问题上，更需要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牵头，建立合作军事联盟，才能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期，英国航母航行的事件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的撑腰下，这支舰队也是耀武扬威地进入了我国南海。不过，英国也应该能明白，如今我国海军的军事实力强悍，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所以，在我国海军的关照下，他们不敢做出什么大动作，安静地驶离了我国海域。虽然航母走了，但是英国媒体却闲不住了。据环球网相关消息报道，英国媒体近日称，有消息显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驶离南海进入太平洋时，有3艘中国核潜艇在舰队后方监视。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的航母舰队已经离开了中国的南海，但是解放军的核潜艇还试图秘密跟随航母。不过，在航母舰队中的护卫舰上的反潜声纳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有分析称，英国所谓的中方核潜艇跟踪英国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借机炒作而已。所以说，就算中国的潜艇出现在了航母编队之后，也没有理由说是在跟随监视英国航母。我国核潜艇只是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行动，可你英国航母却不远万里前往南海炫耀，是否更具有危险性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旁边看戏的美国却急了。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东盟28届外长峰会上大肆渲染我国近年来大量扩充核武器，称这样的速度必定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安全稳定的局势。这还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英国的航母被我们的核潜艇护送，英国自己都还没来得及炒作中国的核武器，美国就急了。对此，我国评论员吴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布林肯这样的说法完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中国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又有多少核弹头？布林肯先生应该最清楚了。美国近期来一直将一些中国威胁论拿到国际上讨论，这完全就是错的离谱。再者，美国为什么近期忽然关心起中国的核武器来了？美国政府心里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发展国家实力是国际上每个国家都有的权利，中国凭什么不能进行核武器建设？我们无意与任何国家进行军事竞争，但是为了防止一些国家运用核武器来威胁中国，所以说我们不会放弃提高我国的防御战略。
据美网站报道，近日美军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在福克斯空军基地北部的附近意外坠毁。全球鹰坠毁后发生了爆炸和火灾，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美军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但调查结果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此次坠毁的 RQ-4 全球鹰，该机单价为22200万，价格远超过美军的 F-35战斗机。坠毁的无人机是 Block 40型号，装备有新型的空地侦察雷达，能够帮助控制人员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清楚地了解战场态势，获得更快的战场洞察。全球鹰 Block 40型号最大航程25945千米，最大起飞重量是 1.6 吨，可在目标区域上空18288米逗留24小时。在一段时间内，美军对 Block 40寄予厚望。但此次事故无疑是为美军头上浇了一桶凉水。奇怪的是，有部分美媒在没有搞清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了分析，声称此次坠机是一件好事。但是真的没有搞错吗？这是一款全球鹰 Block 40型号，是最新款的全球鹰。美军的实力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美军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故，这样的快要被淘汰的机型就可以进行出口。由于美军视全球鹰为掌上明珠，所以许多国家不能从美军手中购得该机。这次事故无疑为美军向多国外销该机打开了出路，也逼迫着研发机构加紧研发新的高端机型，而不是在老机型上进行改进。美军的套路已经被玩坏，但是屡试不爽。毕竟美国对军事装备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这次也许对美国的某些人真的是好事，一次坠机可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问题是，美国还是那个富有的国家吗？美国军机有被击落而不承认的历史。此前在伊朗就曾击落过美军海军版的全球鹰无人机，当时美军没有承认。后来伊朗媒体公布的全球鹰残骸照片让美军难堪。但这次发生在美国国内，基本排除了被击落的可能。但是为何美国如此高调呢？有一种可能就是让某些人看到美空军的短板，首先应加强空军而不是其他军种。美国为了缩减财政支出，已经进行了多方努力，例如从阿富汗撤军、停止电磁炮项目研发、要求日本增加美国驻军费用等。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根治美军的癌症。如果美军继续抱有这样的思想，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故。近期来，美国对中国的干扰是从未间断过，派出军舰、航母来我国周边海域秀肌肉也是常见的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中国的发展，不让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而在美国的怂恿和教唆下，美国的忠实炮灰英国也闲不住了，开始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进行干扰了。最近几日，英国航母舰队来南海航行的事也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在回程时，我国3艘核潜艇对其进行护送后，英国媒体却疯狂炒作我国核潜艇尾随英国航母，引起国外媒体关注。但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国防部马上对此事件开始紧急降温了。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近日英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核潜艇秘密跟踪英国航母后，英军于10号对此次事件进行回应称，英国军舰与中国舰艇的所有互动都是安全的。报道称，英国国防部10号在英国海网站上发布了一条声明，他们向媒体解释，此次英国航母舰队在中国南海航行的途中，与中国舰艇的所有互动都是安全的。那么英国到底看到了什么？英国国防部为何又急踩刹车？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一直都是想跟随美国的脚步，和中国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他们真实的想法或许就是想压制中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现在又突然态度转变，这中间不排除有英国来南海看到了中国海军实力的强悍后开始退缩的原因。英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后，我军就派出军舰进行关照。之前还有消息爆出，在英国航母进入中国南海之际，我国055大区也出动迎接的消息。而在最近的几天内，我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划定10万平方公里禁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不仅仅是给美国和一些想来中国南海搞事的国家看的，同时也是给英国看的。所以英国已经看到了我国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决心，就不敢太过放肆。因此，英军也避免核潜艇事件继续发酵，就马上前来降温了。总之，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中国的态度也已经变了。我们明白，对于中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而言，实际行动才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也希望英国能够尽快清醒。
如今正是我军练兵之际，若非要听取美国的教唆，来往解放军的枪口上撞，那必定会撞得头破血流。近期，美国为了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正所谓是费尽了心思。而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一些愿意为美国当炮灰的西方国家，自然也是踏上了美国的战车，也对中国不断进行干扰。看到一些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开始压制中国，日本这个跳梁小丑也坐不住了。最近逐渐加大了挑衅的力度，举动越来越明显了。据环球网援引美媒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卫星图像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濑户5号驱逐舰由北向南穿过了我国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而这艘军舰此前是从马六甲海峡返回，卫星探测到的时间点应该是回日本的途中，但是日军舰这样的路线完全是偏离了正常的航行路线，从中可以分析出日本极具有挑衅的意思。报道称，从当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还不能确认日方军舰是否进入我国岛礁12海里内，但是无论进入与否，这样的举动都带有浓烈挑衅的味道。日本向来都没有航行自由这一概念，所以说有很大可能是他们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故意让军舰偏离航行，来干扰我国海域附近的安全局势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同时还要注意日本的一些行为，因为最近日本频繁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行动和表现，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行动，日本都是走在了反华的前沿。对于日本这样的举措，我们不得不防。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来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外，日本似乎也想扛起反华大旗，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一道证明题。应该怎么做呢？中国近些年来一直都在发展，遇到一些制裁和打压的时候，我们都是忍气吞声，不去计较，只是一再的警告这些挑战我国耐心、挑战解放军耐心的国家，不要再继续错误的行为。但是我们越是警告，他们似乎越是蹬鼻子上脸，所以我们要主动出击，敢于亮剑，用实际行动去证明，现在的中国是不好惹的，也是惹不起的。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国家不敢再招惹中国。日本同美国、英国等国家相比，是最没有资格来同中国作对的一个国家。抛开再当美国的炮灰不说，日本心里应该清楚，他们还欠着中国的血债。而就日本的实力而言，有什么资格和中国对抗？所以说，日本如今出现这样的行为，也正是我军做证明题的一大好机会。如果要继续挑衅，中国的东风可不是用来吹的，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